Agent 创世纪为您讲解 NSD Synthetic 数据集，它来自柏林自由大学与明尼苏达大学的合作。该数据集是视觉 AI 与脑神经模型的终极压力测试。核心疑问 ：AI 真的理解大脑，还是仅靠统计关联？当前模型在常规测试中表现亮眼，但一旦面临极端测试，成绩可能大幅跳水。本测试通过大量合成图像来制造极端条件，以此评估模型是否掌握了通用视觉规律。这项研究为神经编码模型设定了更严苛的考核标准。过去10年 ，AI 预测大脑活动准确率激增，但这些训练数据几乎全是日常自然画面。走出舒适区后，面对怪异图像，它还能工作吗？左侧绿色区域代表已知场景，模型表现完美；右侧红色区域代表未知，挑战潜藏巨大风险。这直接质疑 AI 是否真正理解大脑视觉逻辑。它可能只是死记硬背见过的画面模式，走出舒适区才是检验模型鲁棒性的关键。视觉认知模型面临分布内与分布外两个关键空间。分布内即舒适区，训练和测试数据来自相同分布，好比驾校学员在熟悉的练习场考试表现稳定。分布外是极限区，测试数据包含极其怪异的视觉刺激，例如漩涡、噪点对比度调制等。违背常规的图像相当于让学员突然驾驶火星漫游车，手足无措。雷达图从内圈自然图像向外圈抽象图像逐渐过渡。这种压力测试能揭示模型是否真正理解视觉的底层逻辑。科学家们打造了终极压力测试机，名为 NSD Synthetic， 它附加于著名的 NSD 数据集之上。该数据集包含284张极致怪异的合成图像，这些图像包括噪点、漩涡、网格和抽象形态。图像内容刻意远离日常的自然场景。测试目的是探究 AI 的真实泛化能力。AI 能否在极端输入下仍准确预测大脑反应？压力测试结果将揭示模型的底层缺陷。这项实验使用了特斯拉超高场强 fMRI， 它突破了传统磁共振的精度极限，体速分辨率达到 1.8 毫米级别。这意味着可以观测极精细的脑区活动。扫描的时间分辨率设定为 1.6 秒，这个速度能捕捉快速变化的神经信号。8名志愿者经过严苛筛选参与测试，高规格硬件为后续压力测试奠定基础。NSD Synthetic 包含8大类非自然视觉刺激。噪点类有黑白与云雾状两种。漩涡光栅含不同频率的旋转条纹。对比度调制展示逐渐增强的风景图，相位连贯性呈现从模糊到清晰的变化。色彩噪点由纯色块与高饱和像素组成。孤立词汇如 turn foot 等简单英文单词。纯自然场景与篡改场景作为对照与边界。实验采用固定时间循环，2秒刺激后休息2秒。整个扫描过程包含数十个试次，确保数据稳定。任务 A 要求被试紧盯中心光点，并报告明暗变化，准确率高达 92% 到 98%， 表明专注度极高。任务 B 采用 eBack 设计，要求判断重复，这迫使大脑主动调用工作记忆参与处理。2种任务分别控制注意与记忆负荷，便于分离，为后续脑反应分析提供明确的行为对照条件。NSD 核心数据集有7万张真实自然场景，它视觉复杂度极高，用于训练和常规验证。NSD 合成数据集仅含284张极简图像，这些图像规则且违和，视觉复杂度极低，它们专门用于暴露模型底层缺陷，是压力测试。2个数据集被一道闪电图标明显分隔开，橙色区域代表舒适区，青色区域代表极限区。这种对比揭示了模型测试目的的本质差异。大脑对怪异图像给出了极其强烈且稳定的回应。由刺激驱动的信号方差占比高达 36% 到 80%， 这意味着大脑并非对合成图像无动于衷，反而在视觉皮层区域激发出熔岩般的高亮反应。信噪比得分上限设为 2.0， 指针指向高位，高信噪比证明数据质量非常可靠。这些怪异刺激确实能有效激活视觉系统，因此 NSD Synthetic 数据集具备坚实的神经基础。高级视觉皮层对合成图像反应冷淡，它只被特定目标精准激活，如场景或文字。初级视觉皮层则极其狂热，它对漩涡光栅和噪点等底层特征高度敏感。这种差异揭示了视觉系统的层级分工。合成图像主要冲击初级皮层，绕过高级区，
这解释了为何 AI 在 OOD 测试中崩溃，因为 AI 可能过度依赖高级语义特征，多维度尺度分析将大脑响应降维到二维空间。中心密集的白色点群构成了自然图像安全区，外围彩色方块由箭头连接向外延伸分布，标注明确显示距离越远，分布外程度越高。这说明合成图像处于完全不同的危险星系。数学空间上的离散分离暴露了模型的根本局限，模型仅仅学会了自然场景的统计规律，而非物理机制，因此面对极端刺激时，预测能力必然大幅滑落。AI 视觉编码模型分3步预测大脑活动。第一步，输入自然场景图像，比如森林照片。第二步，提取数以万计的机器视觉特征值，并通过 PCA 降维压缩成低维特征向量。第三步，通过线性回归算法进行映射计算，将机器特征精确映射到大脑几万个体素反应。这个线性映射让机器特征和神经信号对齐，因此面对极端刺激时，线性映射容易预测失败。决战时刻将 AI 盲盒推向3道关卡。训练营只用 NSD Core 的自然风景训练模型，期末考 ID 测试另外的真实场景。地狱级家事 OOD 则是284张怪异图像，这些图像包括噪点、漩涡光栅和孤立词汇。这种设计能检验模型对分布变化的鲁棒性，它揭示了模型是否真的学到了底层视觉机制。结果将直接回答 AI 是否只是死记硬背。在舒适区测试中，模型解释方差高达 45.14%， 这看似完美的表现，左侧大脑图大面积高亮。然而面对 NSD Synthetic 的极限区测试，解释方差断崖式暴跌至 10.12%， 右侧大脑图几乎全黑，仅剩微光。致命结论由此浮现，模型并未学会大脑的通用底层逻辑，它们只是记住了自然世界中物体的共生关系。在舒适区里 ResNet 50和 Moco 的预测几乎一样好，两者 ID 测试进度条都接近全满，看不出差别。但进入极限区 ，Moco 的进度条明显更长。ResNet 50在 OOD 测试中只剩下约1/4，这证明只有极端分布外测试能暴露训练本质差异。自监督对比学习让模型学会了更鲁棒的底层特征，它比监督学习更接近大脑处理视觉的方式。照妖镜效应撕开了模型表面的假象，图像越怪异，离自然越远，模型预测准确率越低。这条规律并非偶然，而是一条严谨的数学关系。自然场景处于准确率最高点，模型表现最稳定。单字词汇的预测准确率下降到中位水平，对比度调制图像准确率比单字词汇更低。漩涡光栅的准确率跌至谷底，成为最低点。准确率随 OOD 距离增加呈线性下降趋势。这条规律揭示了模型对非自然刺激的脆弱根源。漩涡光栅图极致激活初级视觉皮层第一区，它彻底考验纯空间频率特征的提取能力。然而 AI 模型却无法捕捉底层特征强度。孤立单词图精准激活视觉词形区这一区域。当 AI 失去上下文语境后，预测彻底崩溃。前一种失败暴露模型对底层空间频率的盲区，后一种失败揭示模型对语义孤立的脆弱性。两类测试为评估模型泛化提供精准靶点。色彩噪点无边缘与语义，仅含纯粹色相变化。此类图像绕过高级认知区，信号锁定在初级皮层。初级视觉皮层强烈激活，被迫处理无意义原始信号。AI 模型缺乏底层物理建模，对纯视觉欺骗束手无策。实验表明，大脑无法忽略这些无结构的色彩噪声。色彩噪点成为评估模型理解底层视觉特征的绝佳测试。这些刺激暴露了模型无法捕捉纯粹底层特征。此类测试是评估模型是否理解视觉底层机制的关键。OOD 泛化测试同样适用于自然界的极端图像，例如从树木底部极低仰角拍摄的非常规照片，或者极度拉近拍摄的森林局部纹理细节，还有视角奇特的岩石裂缝内部照片等。算法可以自动筛选出这些非主流自然图像，它们构成了天然的压力测试集，无需合成，为神经科学提供了评估模型的重要新维度，帮助揭示视觉系统应对异常视角的底层机制。下一代 AI 脑模型需要遵守3条铁律。首先，多维测试必须成为标配，将 NSD Synthetic 这类 OOD 极端数据作为评估视觉算法的核心试金石。其次，研究者必须拒绝盲目自信，
仅在舒适区内的高分可能源于数据泄露或过拟合。真正的神经模型要在极限区证明自己，它必须学到刺激图像的底层物理特征机制。这3条规则为模型进化指明了方向。极端数据推动神经科学与人工智能2大突破。在神经科学中，它能戳穿虚假预测结果，引导研究者寻找大脑视觉处理的因果机制，这比单纯拟合自然图像更具解释力。在人工智能领域，极端数据指导架构进化，让模型能在恶劣未知环境中保持鲁棒，最终目标是实现类人级别的鲁棒泛化，用极端数据倒逼出更坚不可摧的下一代 AI。第一个论断是舒适区在撒谎。ID 测试完全掩盖了 AI 对视觉世界的巨大盲区。第二个论断是新标尺已经确立 ，NSD Synthetic 凭借其极高数据质量成为鉴别模型优劣的关键利器。第三个论断是距离揭示真相，偏离常规的距离直接度量失败，并为下一代模型进化指明方向。这3个论断共同构成了评估视觉 AI 的硬性标准，它们也为神经科学提供了检验因果机制的可靠工具。未来任何脑模型都必须通过 OOD 极端测试的考验，否则所谓的理解只是死记硬背的假象。